在指月亮中有3位重要的女性角色，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观音、琉璃、心自在。理解她们名字的含义，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剧情。观音在佛教中又称观世音、观自在菩萨，无固定性别，有33种化身，是慈悲与智慧的象征，寓意以关照智慧、觉悟自心、广度众生，引导破除迷障，走向心灵自在与觉醒。琉璃是佛教7宝之一，象征佛法智慧与慈悲心，代表形神如琉璃的纯净境界及坚韧智慧的人格精神。琉璃观音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之一，承载心灵净化与超越苦难的寄托。心自在是指人们超越心灵桎梏，回归本自具足的清净本性，以清醒包容的心态面对生命起伏，在利他与自利中实现真正自由与安宁。看到这里，大家一定也能感受到，3个名字都是围绕同一内核展开，对心灵自由与精神觉醒的追求。指月亮的主角是2个非常极端的设定，一位是百年豪门的深闺千金，一位是杂耍班的九流艺人。唐末时期，河西沙州主要有张、索、李、曹等几大世家。914年，曹家取代了张氏归义军政权，成为沙州节度使。游戏中的曹家应该就是以此为原型。曹家想在沙州众世家中脱颖而出，向世人传递一心向佛，别无二心的态度，需要造势。佛寺想在凉州大族圈子站稳脚跟，需要噱头。二者一拍即合，决定利用天生粉雕玉琢却体弱多病的曹家织女做戏。佛寺称她是菩萨座下玉雕童子投胎，与菩萨有缘，还为她更名曹净观音。随着她身体好转，众人以为真是佛寺功劳，于是寺中香火日盛。为维护家族地位，在各部落间安稳生存，曹父计划将曹净观音嫁给乌户部落的爹爹氏。观音苦恼不已，躲在寺庙抄写大般若经，还偷偷背下河西地图。他不信神佛，只求能靠自己改变命运。安琉璃是胡汉混血，自幼在把戏团长大。他娘说他的父亲是个诗人，会变戏法，在长安开了家，安记胡饼铺子。7岁的琉璃便从把戏团偷跑，踏上寻找长安之路。途中遇见一位姓连的老头，没错，就是小莲。小莲教会了他佛教中的游戏神通，让他学会用智慧关照万物，便能如狮子般从容自在。当笼中的金丝雀遇见了自由的大雁，心便再也回不去了。观音与琉璃日日相伴，那是他们最开心的日子。灯会上的3个灯谜是观音开悟的过程。第1个灯谜，大般若经，人心求解脱，真经便不朽。但观音的心却不再自在，该如何求解脱呢？第2个灯谜，风筝，观音寻到了答案，线断方可解脱，没有舍便没有得。心自在却认为，观音不应该舍去千秋的荣华极乐，去追求朝夕的我执，这不值得。第3个灯谜是国家的国字，口中含玉，歌手四方，方得极乐土。观音从中悟出深意，国土需以武力捍卫，方能安定。而曹家以嫁女献媚各部，卑躬屈膝换取苟安的生存策略，实非明智。心自在连忙打断观音的话，称联姻已是女儿家的极乐土。已嫁给波尘族做继室的心自在，心其实一点都不自在，她过得并不如意。面对波尘夫家的欺辱和对汉人的歧视，只能软弱地忍气吞声。然而心自在却总是自欺欺人地说着一切安好，还反过来劝慰观音，说她们这类女子生来就不属于自己，婚嫁的意义便是为家族谋取利益。观音明白，父亲的决定从家族利益角度出发并没有错，但无错就是对吗？随着婚期一天天逼近，观音的神情愈发低落。琉璃为了哄她开心，施展戏法将天上的月亮摘下，双手捧到她面前。这看似奇幻的举动，实则是2个女孩在乱世中相互慰藉的梦想投射。她们渴望挣脱宿命的枷锁，拥抱如月光般纯粹的自由。琉璃还折了一枚纸月亮送给观音，教她对着月亮轻念祝祷：今夕有客，可赐光明。
琉璃告诉观音，这是一个能实现心中所想的法术。随后，琉璃邀观音共赴长安，说长安有100个观音喜爱的月亮，观音答应了。然而，一场猝不及防的刺杀突然降临，观音在混乱中失去了双眼。可即便如此，家族仍执意履行联姻安排。双目失明的观音被祖母严厉斥责，老人痛心地喝责他不知乱世中和西汉人如何艰难求生，亦不懂曹家为存续所承受的重压。观音却反问，难道靠屈膝妥协，嫁女拜佛，就能复得大唐山河？父女间的争执以曹父盛怒下将他幽禁告终，而琉璃趁夜将他救出，让观音先行逃离，自己则佯装随出嫁队伍离开。两人约定在大散关会合。临别之际，观音在琉璃随身携带的神通册子上写下一句赠言：出嫁之日，恰逢归义军内乱，小张将军张怀深被灭门，凉州陷入混乱，替嫁的琉璃不幸身死。多年后，一位精通佛法的瞎眼婆婆在长安开了个安记糊饼铺子，人称观音婆婆。街坊传言她有神通，一是能瞎着眼跋涉千里大漠，二是身边似有精怪，她走到哪儿，月光照到哪儿，月光里好似还有人影。在我看来，指月亮不仅是一段凄美的爱情独白，更是在艰难乱世中，关于一个女孩以自由为剑，斩断另一个女孩身上沉重家国枷锁的救赎。当我们跳出表象的标签与固有认知，便能如狮子在鹿群中般自在无畏，照见生命本自圆满的真相，便能发现故事的重点从来不在于性别，爱情与友情始终是照亮生命的光。在指月亮的乱世里，这份情感冲破身份枷锁，跨越生死界限，成为了最珍贵的救赎力量。这个故事的创作灵感源于文物敦煌遗书中的授时戒文和大般若经。大般若经的核心便是诸法性空，破除法执与我执，引导众生通过般若智慧破除偏见，看透现象本质，最终成就超越生死束缚，圆融无碍的究竟解脱。1900年，敦煌莫高窟出土的大般若经因晚清国力衰弱，如今分藏于各国收藏机构。授时戒文告诫沙弥严守戒律，其背面的诗歌日月常相望，婉转不离心，见君行坐处，疑似火烧身，正是观音最后在册子上写给琉璃的话。